一向被人视作军事实力弱小的宋朝，也曾诞生过一位不输汉武帝的帝王。汉武帝少年登基，他也9岁就登上皇位。武帝将匈奴打得六处不翻稀，他则把西夏打得奄奄一息，几近亡国。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位宋朝的汉武帝。北宋最大的2个对手，一是契丹的辽国，二是党项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公元1096年，为了夺回失去的土地，北宋正在策划一次反攻。出师有名是中原王朝把自己与周边野蛮的游牧民族区别开的重要标志。所以为了彰显自己的堂堂正正王者风度，宋朝先开始了一波骗和偷袭。在宋哲宗的命令下，装备齐全的宋军在绍圣3年发起了第一波挑衅西夏边境的佯攻。刚刚走马上任的敷衍路经略使吕惠卿，在短短2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组织了14次对西夏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充分发挥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游击战术，目的是引诱西夏集结大军报复大宋，从而让宋军有了光明正大的出兵收复失地的理由。论玩心眼子，游牧民族怎么玩得过中原王朝？绍圣3年9月，由于不堪宋军侵扰，在西夏梁太后和皇帝李乾顺的率领下，西夏集结大军在敷衍路一线发动攻击。早已等候多时的宋军立刻迎战，眼见西夏大军一时无法突破宋军防线，梁太后立即调转枪头，攻向仅有2800名守军的金陵寨，以50万人的碾压优势，一举夺下了金陵寨，宋军仅生还5人。然而这场微小的胜利对西夏毫无价值，甚至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毕竟50万打2800人，难道赢了还要夸一句真厉害吗？因此，当梁太后的一封挑衅信送到宋哲宗桌案上时，年轻的皇帝一笑置之。到了绍圣4年，西夏与北宋之间仍军事冲突不断。金陵寨一战虽说败了不是宋军的错，但宋朝将领还是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在金元路经略使张杰的提议下，宋朝开始了另一项战术——修碉堡。张杰此人是个著名的宋词婉约派作家，文如其人的说法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否定。张杰写词有多柔美婉约，打仗就有多强硬狠辣。随即，在项目经理张杰的统筹下，中国基建史上的奇迹——平夏城和临平寨，仅花了22天的时间，便矗立在石门江口和好水河南岸，成为宋夏战争的关键要塞。从绍圣4年到元符2年，为了争夺关键的河西走廊，西夏大军在女强人梁太后的率领下，曾2度围攻平夏城，甚至一度拉出40万大军。要知道，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西夏，这个数字基本是把整整一代人的有生力量都赌上，背水一战了。尽管西夏人多势众，可由吕惠卿、张杰率领的宋军却也不是好惹的。西夏连着2次发动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此时的西夏国内也因军事上的失败动荡起来。既然已经赌上了国运，就要做好满盘皆输后国破家亡的准备。由于亲宋战争的接连失败，梁太后在西夏国中的威望骤然下降。不久，热衷于侵略宋朝的梁太后就被其宗主国辽国以一杯毒酒赐死，结束了她疯狂的军事生涯。敌国西夏险些被打到亡国。至此，一直挨打的宋军终于打了个扬眉吐气的翻身仗。在整个积贫积弱、动不动割地求和的宋朝，宋哲宗是罕见能打仗的皇帝，可以说打出了华夏男儿的血气。然而，作为北宋难得的天降猛男，宋哲宗赵煦之前的人生可以称得上艰辛。宋哲宗赵煦最崇拜的人是父亲宋神宗。在宋神宗一朝，最引人注目的政绩便是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一心，共同推进的变法。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详情，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只能说变法的目的是好的，只是过程比较激进，而且一些借改革攫取私利的小人混入新党，搞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并且极力打击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苏轼也是在这一时期遭到贬谪的。新党的得意只是一时，他们忘了政治的本质是妥协。等到神宗驾崩，新帝宋哲宗年仅9岁，朝政大权就落入摄政的太后手中。这位太后就是电视剧《清平乐》中高涛涛的原型。如果说神宗改变了宋朝，那么太后就是将宋朝改了回来。就党的事后，不仅废止了大部分新法，全面推翻神宗的改革成果，
甚至将宋神宗在位期间好不容易攻占的土地又归还给西夏。理论上讲，按照儒家推崇的孝道，父亲死后，儿子至少3年不能更改父亲的决议。孔夫子的《论语》将之称作3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因此，宋哲宗赵煦即位后，必须延续神宗的法治3年，这才是尊崇孝道的体现。但是规矩是死的，人是灵活的，就像律师最会钻法律的空子。我们的儒学大师司马光这下来火了，他转换思路，搞出来个姨母改子。听祖母的话，怎么不能叫孝顺呢？对于一心如沐父亲的小皇帝赵煦来说，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他太过年幼，朝政由奶奶把持着，大臣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不仅如此，帝王的家庭教育也让他窒息。为了让孙子成为宋仁宗那样的明君，高太后可谓用心良苦，为孙子聘请了苏轼、程颐等大宋文坛的顶级天王，力图再造一个宋仁宗2世。高太后作为一个老祖母，盼着孙子有出息也正常。可高太后自身的权力欲望也很重，不仅用一批自己身边的老宫女替换掉原先照顾小皇帝的宫人，还要求孙子与自己一起就寝，方便教育，等于把小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手心里。宋哲宗赵煦即位时9岁，本来就不是服管教的年纪，随着他长得越来越大，尤其是意识到自己只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就连朝臣也对自己不甚尊重时，他和太后之间的矛盾也就越发凸显了。有一次，高太后问他：“您为何不说话？”大臣们在那边讨论朝政时，您心里在想什么？小皇帝则冷冷地回答：“您都处分好了，还叫我说什么呢？”当时其他人看到小皇帝旁听太后和朝臣议政时，往往不发一言，甚至几乎不表露出任何情绪，还觉得他性格沉毅内敛，但这其实是小皇帝的一种非暴力不合作手段。据史料记载，宋哲宗后来描述自己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曾说：“每大臣奏事，但决于宣忍后，朕每日只见其臀背。每次有大臣来禀报事情，都由太后决断，朕贵为天子，只能望着这些人的背影。”可以说怨气十分深重了。更让赵煦无法忍受的是，在太后摄政期间，还发生了耻辱的割地换服事件。这件事是司马光提出的，为了进一步打击新党，削弱新政的影响，司马光提出建议，归还在神宗年间占领的西夏领土，以换取因战争被俘虏的大宋士兵。那曾是一寸寸用血打出的土地，说不要就不要。然而已经党争上头的北宋朝廷，只要能和新党对着干，就不管3721。尽管不久后司马光就因病去世，没能亲自推动这项提案，但这提案最终还是获批了。对此，身为皇帝的宋哲宗哪敢反对？就算反对了，大臣也会让他一边玩去。在赵煦帝王生涯的前半段，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模仿宋仁宗的言行举止，整日抄书练字，背诵儒家经典。试问哪个小孩能做到每天别的都不做，只心甘情愿地学习？况且读书是为了工作，可即便到了他该亲政的年龄，高太后也继续让他等着，他能不恨吗？好在他终于等来了转机，那个一直把他当傀儡的祖母太后病重，眼看快不行了。对于小皇帝的怨气，高太后是有所感知的，因此在病重之际，专门叫了苏辙、吕大防、范纯仁这3位支持他的朝臣到他病榻前交代遗言。高太后预想到皇帝会对自己秋后算账，因此他要求苏辙3人趁早提交辞呈，好安度晚年。随后发生的事果然如他所料，可惜的是，苏辙几人并未将太后的遗言放在心上，被亲政后的宋哲宗当场清算。好在宋朝对士大夫素来优待，政治斗争失败也不会掉脑袋，最多只是被贬谪到偏远地方罢了。长期的隐忍，让年轻的小皇帝在亲政之初就显露了成熟的作风。亲政之后，他先改元绍圣，宣告天下我已经开始亲政。绍字有继承的意思，表明他要延续父亲宋神宗的政绩。为此，他启用了新党出身的张敦为宰相，重启变法。宋哲宗亲政7年，始终以新党的张敦、曾布、蔡卞3人为相。变法改革了几年，北宋国力像打了鸡血，快速飙升。军事本就是国力的体现，所以变法的效果几乎立竿见影，表现在了战场上。2次平夏城之战，直接打服了这个桀骜不驯的对手。宋史《哲宗记》对赵煦的评价比较刻薄，其实赵煦身上最可爱的一点，
是他对于生命的尊重，堪称历代皇帝之最，比如取消肉刑及不再摧残犯人的肢体。有句话叫，一个国家对待罪犯的方式，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如果连罪犯的人权都有保障，何愁这个国家的百姓过不上好日子吗？哲宗的仁政就汇集了许多犯人，为了防暑，对于监狱窗户都做出规定，泄压犯人的刑具也要求5天清洗一次。另外，犯人必须按时洗浴，冬天还供木炭供犯人取暖。可惜的是，元符3年，事业上刚有起色的宋哲宗，在24岁的年纪突然病逝，留下一个经过变法的强盛帝国，却终究因为绝嗣，只能兄终弟及，导致帝国所托非人。25年后，金人的铁蹄踏破了汴京的繁华，盛世戛然而止。纵观宋朝历史，往往会有宿命昭昭、因果相报之感。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的赵匡胤，平生就做了这么一件亏心事，却连子孙后代都跟着倒霉。太祖赵匡胤有收复燕云之力，却被自己弟弟毒死了；太宗赵光义毒死了哥哥，纵有收复燕云之心，却只留下高亮和车神的笑话。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一心，但改革用力过猛，简直举世皆敌，以至于神宗尸骨未寒，新法被废。宋哲宗有成为汉武帝的资质，却短命早逝。宋徽宗父子倒是命长，却无治国之才，成了亡国之君。高宗时期有匡扶社稷之臣，却没有匡扶之君，以至于岳飞惨死风波亭。等到孝宗掌权，君王有了匡扶社稷之心，却已没了匡扶之臣。整个赵宋官家的历史就是一出悲剧，自开国以来就是各种事与愿违。也不知这一切是否是宋太祖当初欺负后周世宗柴荣留下的一对孤儿寡母得到的报应。